一本漫画书，让胖虎小夫窝里反，实力表演，是兄弟就来坑我。事实证明，没有人比小夫更懂甩锅。俗话说得好，装逼遭雷劈。小夫在大雄他们面前炫耀新漫画的时候，早该做好被胖虎借走的准备。虽说闲着没事干，往池子里注水这种题目确实很无聊，胖虎也不能上课的时候看漫画。想想都知道，正常人能看数学书笑出声吗？小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还没看过的漫画被胖虎害得成功了，罪魁祸首还假惺惺地安慰他。小夫使出了杀手锏，要把胖虎藏在他那里的0分考卷拿给胖虎老妈看。这下轮到胖虎慌了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真的这样做他就小命不保了。于是他推锅给大雄，让他去从老师那里偷回漫画。大雄真是躺着也中枪，可他要是不答应，就要被胖虎物理超度了，只能哭着跑回家去找蓝胖子。虽说根本就没有漫画乌龟原主机这种东西，但老好人蓝胖子哪见得了大雄哭，给他一顶123木头人帽，就像玩木头人游戏一样。蓝胖子让大雄转过身去，然后自己戴上帽子接近他。大雄本以为他肯定会发现蓝胖子，可他回头一看，房子里空空荡荡，哪还有什么蓝胖子？他感觉蓝胖子偷偷打了他2下，却看不见他在哪儿。突然间，蓝胖子摇着花手凭空出现在大雄面前。原来戴上这顶帽子后，只要不动就绝对不会被发现。大雄戴着帽子飞去了学校，偷看办公室的时候，一位老教师忽然出现，他赶紧靠边立正站好，果然没有被发现。乐不过3秒，老师的声音像惊雷一样在他身后炸响。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大雄逃到外面的屋顶上，发现一只金丝雀，原来它是静香的小婢。静香有难，大雄当然是举双手双脚帮忙，用了123木头人帽，静香一发入魂，抓住了小婢。听到静香的感谢，大雄可美了，转头就去干正事儿，偷书。老师的防盗意识也真是堪忧，漫画就揣在口袋里，这正合大雄的意。大雄跟在他后面，老师猛地回头，大雄立马停下脚步，谁知老师只是赏花罢了。跟踪继续，大雄正准备伸手，一脚踢到了易拉罐，只能保持金鸡独立的姿势，让自己不被发现。老师在路口停下，大雄冲上前去，眼看就要拿到书了。觉察到异常的老师再次回头，看来大雄的2指禅本事还是没学好啊。这下老师真的和他玩起了123木头人，俩人一路斗智斗勇。但大雄怎么斗得过老师这只老狐狸呢？最后一次，老师提前回头，大雄站是站住了，但好巧不巧的一只蜜蜂飞到了大雄的脸上，他瞬间破功，一时还真不知道是被蜜蜂追赶着逃跑的他，还是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大活人的老师，谁更害怕。老师来到冈田商店，胖虎还天真的以为老师真的要把漫画还给他，实际上是要给他的妈妈。胖虎情急之下再次推锅，大雄见状去给小夫通风报信，还把帽子借给了他。小夫可不像大雄那样单纯的只是偷书，他埋伏在老师去他家的必经之路上，把他的漫画调成了写着胖虎名字的书，还在里面夹了他的0分考卷。这下老师在小夫老妈面前就无话可说了，怒气冲冲的转头又去胖虎家了。可想而知胖虎会有怎样的悲惨结局。小夫的这波逆风翻盘，看得大雄和蓝胖子目瞪口呆，冷汗直流。论狠还是小夫狠呐，求求你做个人吧。123木头人帽尚且如此，要是蓝胖子的口袋落入小夫手中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评论区来说一说吧。